大家可以评论区把你们的这个目前桌子的这个所有的维修工具可以拍个图片啊，让我来看一看，点赞最多的有福利，一定要整洁哦。今天呢要来保一个手机的资料，每次一旦聊到这个保资料呢，大家都开始了，为什么不提前买好云备份？老实话当放屁，你是怎么做到的呀？事事难买早知道。不开机保资料 Mate 40 Pro。机器呢，从玻璃上面就能看得出来，重摔的。主板变形最为严重的区域在 CPU 与智库这个区域。首先要判断接下来我们要怎么修的话，还是要先通过电流。目前的电流很简单。再看一次。底层和智库的通讯是没有毛病的，问题是在暂存电流上面。会引起暂存电流的有电感、电源虚焊，还有就是暂存虚焊。那从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呢，应该是暂存衰虚焊的引起的不开机。大家可以评论区把你们的这个目前桌子的这个所有的维修工具可以拍个图片啊，让我来看一看，点赞最多的有福利。一定要整洁哦。用大口径的分枪，先将暂存和转接板分离下来。先分离暂存，这个暂存主 CPU 是海思的，但是暂存呢是高通的。先把暂存分下来。不能说是高通的，应该说是配合高通的骁龙888 CPU 用的暂存。这个是一个华为自研的转接板，70900的暂存可以转成骁龙888的暂存共用。好，转接板也下来了。现在要将转接板磁吸，清理掉暂存上面的锡和胶。胶直接用这个落铁头刮就可以了。刮好之后，清理表面的这种小碎胶，清理完之后，小碎胶是会包裹在棉花上面的。紧接着清理暂存，清理转接板，现在要将转接板进行磁吸。转接板的话，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 PCB， 它上面没有其他东西，就是交替的线路走线。现在着衣的装回，应该这个机器的资料就可以保住。这一台还比较幸运。通常重摔的机器都是将智库摔碎，智库摔碎的这种就是叫天也没有办法保住资料了。严谨一点的话，再用干净的吸吸带过一遍。暂存、转接板都装好了，现在呢就是要看一下电流，有可能会摆满。如果是摆满的话，问题会出现在下层，下层虚焊也会导致暂存不工作。先将粘上去的油渍清理干净。先把脉，看指针的跳动。很明显一样。不要搞半天，小电源虚焊就搞凉掉了。挤压2个电源，再看电流，一样。
那就有可能目前是掌存损坏。先取下来看一下掌存和转接板全装好的前提下呢，首先不急的去拆下层，先换麒麟9000的单独掌存。意外是这个地方有1、2、3、4、5、6个角没上到吸。好了，问题应该在这个6个角上面，在哪？重新安装不需要直吸，6个点的区域在这个地方，1号角位这里轻点它，变形了。掌存变形也是比较严重的。再次看电流，主板温度先给它降温。好，一样哦。前功进气，白马。上调和油上干净一点的。在显微下面观察调和油是否有杂质，好，没有。这2个放气，直接装回原装的掌存。原装的掌存只有1片，装上原装的掌存会省事一点。好，准备测试。重摔层这种情况的机器呢，就是修开机之后不显示、不触摸的可能性很大。好，很明显，目前装入单片原装的掌存，开机是正常的。现在要开始测试显示与触摸，不知道它的这个屏还能不能显示。好，不显示。目前不显示，有可能是屏的问题，也有可能还是主板的问题。如果是屏幕坏的话呢，现在就是拿一个4G屏去做测试就好了。这个能机接口坏了不影响，这是充电接口，所以它坏了只会引起充电异常，不会引起显示异常。先借一块别人的屏幕进行4G，很明显，借了新屏之后呢，也没能正常的显示。不能正常的显示是没有办法保住它的资料的。显示这边的电感是没有问题的，那问题就是在这个上层小板上面。华为的有针对这个双层板后期进行了加固，它选择加固的方法是直接在这上面打胶。遇到打胶的这种机型呢，拆装的时候还要特别小心，不要时间吹过了。目前分下来之后，能看到这个区域掉了1个有用的角，剩下的这些都是可有可无的角。在这个世界如
经过忙碌的操作，到目前为止才看到了一点点希望，资料有可能保住。首先，我们都知道电池是加密的，用别人的屏幕是进不了系统的，没有办法去测试触摸，又要装回到它原来的壳子里面来看一下屏有没有坏。它这个电池是加密的，就算相同的都是原装的电池，气不气呢？它就是不能用。目前也没有办法进行测试了，屏是坏的。看这个地方，屏幕上面是有绿线的，没有办法正常的显示，只能将它的电池拆下来，装到别的屏幕去试，或者用我们的改装电源来开机，才能试触摸。本来是想把它的电池拆下来，但它的电池粘得很紧，拔不下来。电池没办法拆下来，我现在只能这样子试。屏幕是别人的，电池用的是它的。然后我的那个改装的那个又坏了，没办法继续测试，这样测试就比较麻烦，畏手。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资料保住了，触摸也可以，但是现在有密码，有密码的话我们没办法继续测试。要到密码之后才能测试。那今天这个机器保资料我们就到这里，再见。